中国军工业近年来高速发展，进步很大。2021年，我国军工业还有哪5件最值得期待的大事呢？随着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到来，全国上下洋溢着喜庆的气氛。而对于近年来高速发展的中国军工来说，新的一年里自然有诸多值得期待的事情。我国将继续强国梦，让我们的国防更加强大。那么在2021年，我国军工最值得期待的5大事件都有啥？20团聚。既然新年是讲究团圆日子，不少人也期盼着我国的20家族能在今年团聚。所谓的20家族是军迷们对4款军机的称呼，即歼20、直20、运20以及轰20，而前3款都已亮相，目前就差轰20了。在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我国空军宣传片中亮相的红色木架的神秘飞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，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我国新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轰20现身的前兆。大鱼下水，近一段时间，我国军工业最热门的话题，除了轰20，还有就是在江南造船厂正在建造的一艘新航母了。不同于轰20的神秘，这艘新航母通过卫星图不断告诉我们，它真的快造好了。根据网上消息，这艘航母将是一艘电磁弹射航母，排水量在8到10万吨，并且有可能在今年下水。既然军迷喜欢把我国航母称为渔船，那么我们就期待这艘大渔船早日下水了。海4首飞，既然提到了我国的新航母，就不得不提有着海4代之称的我国下一代舰载机了。不同于歼15，我国的海4代大概率是一款隐身舰载机，它的出现将极大提升航母的战斗力。实际上早在去年就有消息，至于它到底是传说中的歼20现在版，还是 FC31转正后的歼31，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。岸舰出击，都说有伴才有味儿。在我国第5代战机歼20问世后，很多人都盘算着给它找个伴儿，于是一款名为岸舰的无人机进入到人们的视野。早些年间，这款神秘的无人机以模型的形式出现在了电视上，引起众多的猜想。不少人认为这款岸舰无人机就是歼20的中程僚机。有消息称，岸舰无人机的真身将在今年出现。这款无人机能够协助歼20执行侦察、锁敌、攻击以及掩护等任务。峨眉吐气，在去年的时候，官方证实歼20战机已经换上国产涡扇 10C 太行发动机，并且入列。从此我国5代机告别了对俄罗斯航空发动机的依赖。不过在我国军迷的心中，太行发动机还并非歼20最完美的搭配，要发挥歼20的真实战斗力，还得看涡扇15峨眉发动机。不过已经有消息称，峨眉发动机的研发已经进入尾声，在今年可能将上机测试。近期，印度单方面不断加码前线军事力量，让中印局势愈发敏感。而就在此时，却有消息指出，我军适合在大平原作战的 99A 主战坦克居然出现在了高原1线地区。在介绍我军喀拉昆仑边防1线官兵的后勤运输补给时，给出了一个长镜头。而这个镜头中，我军 99A 型主战坦克以及 04A 型步兵战车第一时间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焦点。随着话题扩散，甚至不少外媒也开始密切关注我军前线的动向。需要注意的是， 99A 主坦克出现在这里，其实是个让很多人意外的信号。毕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我军154式轻型坦克被看作是我国高原地区作战的核心重装战力。高海拔带来的低气压和氧气密度低，是很多主战装备无法搬到高原使用的一个核心原因。我国 99A 主坦自然也在此列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国154式轻坦的出现和列装前线，成为了过去一段时间里很多人讨论的焦点。打得过的上不来，上得来的打不过。即便是一向心比天高的印度媒体，在当时也只能酸溜溜地表示，印度需要向外国采购一些针对性产品。有观察人士指出，目前我国陆军重型机械化合成旅中 99A 型主坦和 04A 型步兵战车是其中的核心装备。它们出现在前线，断然不是为了测试高原环境使用情况这么简单的目的。尤其是前者， 99A 作为我国首款现役化重型装甲单位，125毫米滑膛炮，全车身新型复合装甲，对坦克炮、反坦克导弹和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有很好的减伤效果。炮塔前端搭载的主动式激光系统，更是能够直接致盲对手的观瞄仪器，视距内交锋往往可以建立奇效。但是重达55吨的体格、1200马力的发动机，相对于高原环境更适合在大平原上作战冲锋。分析认为，近段时间以来，印度方面已经开始出现明显变化。虽然双方依旧在为第10轮谈判进行商谈，但是是否会让局势朝着和平的局面发展，实在不容乐观。要知道，印度2020年 GDP 大幅度下滑，但军费支出却逆势上涨 30%。如此庞大的沉没成本，印度不可能会就此罢休。
哪怕莫迪想停手，渴望军工的军方高层、潜伏在印度国内制造舆论浪潮的西方渗透人员、被情绪冲昏头脑的狂热民众都不会善罢甘休。说句难听的，新德里把自己逼上了一条绝路。就像网上的观点所说，我军 99A 现身高原，很大概率不是为拉达克地区作战准备的，而是在为大平原作战准备的。毕竟一马平川，无险可守的恒河平原就在下面，这条路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走了。视频制作不易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。为了争夺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这个领头羊地位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在国际上恶意散播谣言，攻击我国疫苗效果。不过就在最近，有消息显示，欧盟多国在遭遇限时毒打之后，开始放行我国疫苗。综合外媒的消息来看，事情开始出现明显变化，是在早前1月中旬，欧盟使用的2大疫苗上，瑞辉和阿斯利康同时掉链子。当时瑞辉方面对外表示暂定对欧洲的疫苗交付量，原因则是比利时改造升级工程影响，导致产能不足。而更让欧盟没有料到的是，阿斯利康方面也表示，由于制造疫苗厂的扩建导致产能不足，而换言之，在短时间内欧盟可以获得的疫苗数量直接减少了 60%， 由此也引起了欧洲多国的不满。而就在欧洲多国承受国内疫情失控和舆论压力的时候，备受西方舆论攻击污蔑的中国疫苗却开始在一些国家铺开，并取得了良好的名声。甚至作为进入西欧的桥头堡，匈牙利已经不声不响地与中国达成协议，中国疫苗可以在匈牙利境内上市出售。而与此同时，西方很多国家还依旧被经济衰退、疫情肆虐、民怨四起等多种状况围殴。被现实教育了一番的欧洲多国就进入到了一个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的情况。欧盟中掌握话语权的法德两国接连表示，开始放行中国疫苗进入欧洲。于是乎，在1月29日，讲究的法国人受不了了。法国官方公开表示，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和科学性得到验证过，欧盟方面不应该拒绝它出现在欧洲。2年后，1月31日，德国卫生部长就在接受主流媒体采访时表示，欧盟使用中国疫苗不会有实质性障碍，并且多次暗示，如果中国愿意，德国可以给中国疫苗开绿灯。有观察人士表示，西方2大疫苗厂商突然掉链子，这里面值得怀疑的因素有很多。从国外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，只是为了打压中国疫苗的国际声望，因此不断吹捧瑞辉和阿斯利康，但这样拿出手却有些畏畏缩缩，害怕直接用沙子堆出来的城堡转眼就塌了。另外，也有人怀疑，这可能就是单纯的想要利用供不应求的市场机制大幅度涨价，故意限制产能，谋取暴利。这种事情西方企业可没少干，哪怕是性命攸关也不会在乎。不过也有分析人士颇为担忧，如果中国答应欧洲方面的要求，对其出售疫苗，那么毫无底线的大量西方媒体很可能会去制造一些负面新闻，借机攻击中国疫苗。而且疫苗本身是存在副作用的，舆论攻势一上来，我们想解释都会很困难。对待这件事，我国还是要谨慎一些。视频制作不易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。